1462年1月，冬雪初夏的黄昏，奥斯曼帝国的久而久的要塞来了一群不速之客。在这个偏远的边界要塞里，只驻扎着2-3队耶尼切里军团的士兵。弗拉德换上了哈姆扎伊绑架小队的奥斯曼军装，假扮成土耳其人，趁着夜色来到了要塞门前，谎称被瓦拉吉亚的佣兵追捕，希望进到要塞寻求庇护，骗开了要塞大门。一进门就脱下伪装，屠了整个要塞的人，把要塞占为己有。5月，苏丹的大军继续向瓦拉吉亚行军，多瑙河沿岸都是被弗拉德杀戮抢掠过的痕迹，烧焦的尸体，烧毁的村舍，满地的白骨，根本就是弗拉德用尸骨堆砌的宣战书。对穆罕默德而言，这就是赤裸裸的侮辱。弗拉德作为一个附庸国的掌权者，又从小生活在奥斯曼皇宫，受到良好的教育的贵族子弟，行事如此鲁莽暴虐，屡屡挑衅比自己强大很多的奥斯曼帝国。目前看起来很难理解，当苏丹的军队行至保加利亚的斯维什托夫时，一地的尸骸甚至让弗拉德胞弟拉杜都看不下去了。穆罕默德直接提出拉杜更适合成为瓦拉吉亚的总督，拉杜则提起大维齐尔马哈茂德在朝堂上对自己的不信任。穆罕默德婉转地告诉杜拉，信任必须自己去争取。说到这，他手里攥着一枚银币，想起与弗拉德的那段往事。那时两个还是半大少年，玩耍中穆罕默德更霸道一些。当他询问弗拉德是否想留家，是否留在奥斯曼时，弗拉德几乎坚决地表示会回家。奥斯曼是穆罕默德的世界。穆罕默德有些意气用事地送给弗拉德一把匕首，并表示两人会像兄弟一样并肩征服世界。弗拉德也回赠了一枚银币。现在想起来，也许那时就只是穆罕默德一厢情愿罢了。弗拉德在得知穆罕默德带着10万大军和上百门大炮浩浩荡荡向自己挺进时，丝毫没有感到恐惧。他只有不到3万人组成的军队，之所以那么有底气，是因为他觉得匈牙利一定会支持自己，而且他对奥斯曼帝国军队战术指挥那么熟悉，对穆罕默德2世更是了若指掌。在与妻子依依不舍地告别时，妻子说出至死不渝的追随誓言，这激起了弗拉德更加旺盛的斗志。他发誓会亲自把苏丹的军队丢进多瑙河里喂鱼。告别了妻子，他带着自己忠实的随从，由波雅尔人和雇佣军组成的不到3万人的军队，赶往多瑙河岸，一路追踪着苏丹大军的方向，意图在多瑙河岸阻击过河的奥斯曼大军。对穆罕默德来说，渡河大概是这场战力悬殊的碾压式战争中最难的那部分。要把10万人口、马匹以及那么多沉重的大炮搬过多瑙河是需要时间的，搞不好在渡河时被偷袭或阻击，很容易蒙受巨大损失。而且弗拉德已经事先摧毁了大量港口，穆罕默德不得不沿着河岸行军，试图寻找一个更安全的渡河地点。同时，弗拉德也在多瑙河北边观察着苏丹大军的一举一动，等待着对渡河的军队发起致命一击。穆罕默德选择在尼科波利斯的东边驻军，大维齐尔马哈茂德推荐了一个名叫博格丹贝伊的当地头领，他可以提供70艘船运送苏丹的大军过河，开价是1000枚达科特金币的报酬。这只是当年一台乌尔班巨炮造价的1/10。苏丹当然付得起这钱，但保险起见必须分期付款，当地首领也只能答应下来，双方握手成交。皇太后马拉即将动身前往匈牙利宫廷，临走前他来见穆罕默德的妻子古尔巴哈，塞给他一把匕首，要求他随时带在身边，哪怕睡觉也不例外。古尔巴哈对此表示不解。马拉告诉他，弗拉德自小在宫廷里长大，所以宫廷里一定会他的耳目，保护好自己就是给出征的苏丹最大的支持。安排好后宫，马拉按照穆罕默德的安排来到匈牙利皇宫，见到了匈牙利国王马加什。聊天中他了解到匈牙利并不打算出兵帮助弗拉德，而且教皇也并没有支持的意思，这让马拉舒了口气。他表示穆罕默德与弗拉德之间就是家庭内部矛盾，他们自己打打闹闹的解决掉就好了。接着他告诉匈牙利国王，苏丹有征服全世界的野心，罗马帝国就在他的铁骑下烟消云散，君士坦丁国王都尸骨无存。言下之意，如果匈牙利参战，那可以参考下君士坦丁的下场。
匈牙利国王看着这个嚣张的女人，只能绅士地摇摇头。马拉走后，皇宫里的气氛令古尔巴哈感到紧张。那些关于弗拉德的奸细的传言在后宫流传。这时，突然出现在寝室里的陌生宫女，让古尔巴哈不自觉握紧了那把匕首。6月，苏丹决定从尼科波利斯港渡河。拉杜自告奋勇地偷偷游过河去打探情况。当他回来时，他向穆罕默德表示，此地非常适合渡河，对岸平坦开阔，有植被可以隐蔽，最重要是没有见到哥哥弗拉德的部队。而弗拉德此时也在尼科波利斯附近的树林里扎营，他的侦察兵带回了奥斯曼巡逻者的头颅以及苏丹军队的动向。弗拉德谨慎地根据情报做出部署。当听到巡逻兵对奥斯曼大军轻蔑的语言时，他忍不住警告对方，穆罕默德并不是个徒有其名的国王，敬畏对手，全力以赴才有胜利的希望。这是一场硬仗。教训完手下，弗拉德回忆起儿时生活在奥斯曼帝国的宫殿中，深夜突然被从床上抓起来，带到老国王穆拉德2世的跟前。听到父亲背叛的消息，愤怒的老苏丹要杀死2个孩子作为报复。弗拉德鼓起勇气为弟弟求情，自己愿意去死。这兄弟情深让老苏丹动了恻隐之心，要求2个孩子发誓永不背叛，换取活命的机会。拉杜马上就发誓了，弗拉德在犹豫后也发了誓，2人活了下来。穆罕默德在得知他们被父亲抛弃了，马上表示奥斯曼愿意接纳他们。弗拉德清醒地告诉穆罕默德，自己只是个囚犯而已。他非常聪明，而且一点都不感情用事，有着非同寻常少年的早熟。苏丹详细地安排了作战计划，先放出假的登陆点迷惑对方，主力部队和大炮由马哈茂德率领，从相距一段距离的另一边渡河。这个登陆点正是拉杜探查过的地点。苏丹要求马哈茂德无论如何在登岸后要守住登陆点，这是份艰巨的任务。6月4日晚上，按照苏丹的安排，抢滩登陆开始，火把照耀下，军队忙着整装上船，装载大炮。先遣的70艘船是马哈茂德率领的耶尼切里军团，他们将在1小时内渡过这段江面。平静的江面上，几十艘运兵船在夜色的遮掩下靠近岸边。突然，埋伏在树林中的弗拉德的军队开始行动，箭雨洒向毫无遮挡的渡河船只，炮声隆隆，一场早有准备的伏击开始了。苏丹身边的将军看着对岸的炮火，惊呼有埋伏。这显然是作战计划被泄露了，怀疑对象首当其冲就是拉杜。对穆罕默德来说，如果这兄弟俩这么早就露了马脚，会是很大的收获。说罢，登上瞭望台，指挥早就部署好的重炮向对岸开火。这些在乌尔班巨炮的基础上改良升级的大炮，拥有更轻便的炮身和惊人的射程，百门大炮齐发，瞬间压制了对岸弗拉德的守军。河对岸的弗拉德的小炮显然不是对手，在雨点般砸落的炮弹乱了阵脚。尽管火力悬殊，弗拉德并未屈服，他愤怒地命令一批长弓手到河岸边向奥斯曼炮群射箭，试图扰乱对方。不过奥斯曼人用盾化解了这次骚扰。在炮火的掩护下，马哈茂德率领的先遣队成功登岸，与弗拉德的雇佣兵展开血腥肉搏。冷兵器时代的战斗残酷至极，残肢断臂遍布战场，哀嚎声与鲜血交织成一片。随着奥斯曼军队不断增援，弗拉德不得不考虑撤退。他深知，同样的战损对财大气粗的穆罕默德只是九牛一毛，但对自己却是致命打击。他必须保存实力，等待匈牙利援军的到来。凌晨时分，天空开始慢慢泛白。经过一夜的奋战，河岸基本被奥斯曼人占领。在确定安全后，穆罕默德在军官的簇拥下登上了渡船，前往新的土地。登船前，他大声地赞扬了提供船只的博格丹贝伊，对方也长吁一口气，这比卖命钱算是安全挣到了。在跨过多瑙河登上河岸的那一刹，穆罕默德感觉自己踏上了自己西征梦想的第一步，而为他的梦想拼死搏杀的第一批登陆士兵基本都阵亡了，只有几个人存活下来。苏丹慷慨地豪掷3万金币作为奖赏，在战场上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。苏丹这笔奖赏是对整个远征军的激励，变相告诉他们，
这场远征将会让每一个战士满载而归。接下来就是弗拉德兄弟俩的事了。弗拉德精准的伏击显然是提前知道了登陆地点，而这个地点只有少数参与会议的高层指挥官知道。这些人都是穆罕默德的亲信，而且都是奥斯曼人。只有一个例外，那就是弗拉德的弟弟拉杜，而且他还渡过多瑙河前往探查地点。这个过程中顺道走访一下哥哥也不是不可能，所以他的怀疑最大。此时的拉杜也正在若无其事地慰问前线士兵，脸上一如既往的尽是真诚，让人无法把他与告密者联系起来。苏丹安排马哈茂德去找到证据并查明真相。弗拉德带着残部回到树林里的营地休整。这场失败显然让他愤怒不已，但实力差距却是不争的事实。手下劝他先撤退到安全的地方，等待匈牙利援军来再做打算。这提议反而激怒了弗拉德，他指着那片被奥斯曼占领的海滩，告诉手下，这是他父亲亲手打下来的土地，他绝不会拱手相让，必须血战到底。既然现在实力悬殊，不能正面硬刚，那就打游击，搞偷袭，尽可能减缓奥斯曼大军向特尔戈维什泰前进的速度，并在途中消耗他们的力量，同时等待匈牙利黑军的支援。这支曾在贝尔格勒战役中险些杀死穆罕默德的精锐之师，是弗拉德最后的希望。穆罕默德亲自来到拉杜的帐篷里，拉杜也和平时别无二样地向苏丹问安和交谈，平静的样子让穆罕默德找不出破绽。桌上的日记就那么摊开放着，似乎也不介意他人翻看。穆罕默德试探性地告诉他，军队里有弗拉德的奸细，希望拉杜谨言慎行。现在弗拉德躲到了暗处，谁也不知道他在筹谋什么。临走，穆罕默德一语双关地暗示拉杜，有些人为了权力会不择手段，甚至背叛手足。说罢离开了帐篷。这句话让拉杜想起了14年前哥哥弗拉德兴高采烈地回来收拾东西。那年穆罕默德允许两兄弟回到属地瓦拉几亚，但拉杜却想留下。这个决定让哥哥愤怒不已，他无法理解，甚至认为弟弟的选择是对自己和祖国的背叛。两人不欢而散，从此两人天各一方，除了信件再也没见过面。接下来几天，苏丹的10万大军向着瓦拉几亚的首都特尔戈维什泰缓缓推进，并没有碰到弗拉德部队的袭击和阻拦，但沿途的村庄和农田都被弗拉德烧毁，被投毒和污染的水井。这种焦土策略让奥斯曼大军无法找到粮食和水，还有被故意破坏的水坝，把奥斯曼大军的必经之路淹成沼泽，这使行军非常缓慢，而且放出去的侦察兵也有去无回。穆罕默德认为弗拉德就躲在密林中的某处，监视着奥斯曼大军的一举一动。几天后，他们发现了侦察兵的尸体，他们死于穿刺者弗拉德的标志性处决方式。就在穆罕默德发现还有个没咽气的侦察兵时，树林中突然冲了出来一支瓦拉几亚骑兵，他们冲进奥斯曼大军中一通乱杀，仅仅几分钟就收兵而去，好不恋战。这种闪电战术能够在保证最小损失的情况下，瞬间秒杀好几倍的毫无防备的奥斯曼士兵。面对弗拉德挑衅的叫骂，穆罕默德命令不准追，然后沉住气安排部队整编队形，在树林外等待进攻，自己则只身骑马在队伍前向树林里的弗拉德喊话，把刚才弗拉德的叫骂统统骂了回去。弗拉德默默地听着，丝毫不为所动。这种杀伤力不大、侮辱性极强的偷袭，让军中的将领们颇感郁闷又无计可施。就如同瓦拉几亚阴雨连绵的天气，穆罕默德知道弗拉德在没有得到匈牙利的支持前，绝不敢与自己正面对决，所以他会用挑衅和骚扰来消磨奥斯曼大军的士气，让奥斯曼的铁拳打在棉花上。此时唯有耐心等待对方的破绽，就像他们小时候的一场决斗课，势均力敌的两人打得不分伯仲。最终穆罕默德凭借耐心发现对方的弱点，一击得胜。弗拉德不甘心地狠狠咬了一口穆罕默德示好的手，从那时候起，弗拉德就表现出不讲武德的性格。
此时，在匈牙利首都布达城外落脚的马拉收到线人的消息，称就在2天前，匈牙利国王马加什派出了一支骑兵前往瓦拉几亚。马拉赶紧安排人放信鸽，通知苏丹。而皇宫里，王后在熟睡时突然被惊醒，实施暗杀的身影躲入黑暗中。古尔巴哈忙拿出马拉送的匕首，惶恐地大喊着跑向儿子的房间。房间里空无一人，古尔巴哈大声呼唤儿子，王子才从躲藏的地方跑出来，扑到母亲怀里诉说刚才有人影进入他的房间。幸好母子俩机敏地躲过了这场令人心惊胆颤的刺杀。穆罕默德的夜晚也不平静，熟睡的他被噩梦纠缠。巡逻的卫兵被树林里传来的呼救声吓得惊慌失措，一个士兵打扮的人从树林中蹒跚而出，卫兵发出了警报，营地里瞬间乱作一团。